流水线上开新花，杠，即将棉衣厂衣车间全体职工。26年前，在开国大典上，当那一句振聋发聩的话响彻云霄的时候，让你想到衣车间了吗？怎么就扯到开国大典上了呢？冯林同志，我觉得写的还挺好的。汪科长，你们这宣传科的业务水平有待提高啊。谁写的？冯林同志，你看，你要是觉得开国大典这个谁写的？冯林，我写的。冯令同志，我是想用开国大典作为引子，然后引出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，而独立富强对于每一个人来说，就是在自己的岗位上干好本职工作。所以，衣车间超额完成生产任务和开国大典，那是个体和整体，是因和果，是紧密相连的。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？就事论事不行吗？东拉西扯这些有的没的，你怎么不从开天辟地开始讲啊？你这就是脱离人民群众。你看你用的这些典故啊、生僻字啊，这都是在卖弄，简直跟你妹妹的毛病一模一样。汪科长，这篇稿子我用不了，重写。费婷同志，要不你再改改？回来啦。怎么了？是不是工作出问题了？林妹，宣传科的工作我可能干不长。为什么呀？是费妮给你写的那篇文章不好吗？今天厂办的人说妮妮给我写的那个文章都是东拉西扯，有的没的，说什么脱离群众，所以不能用。今天在厂里改了一天，就改了几个字，还改得不好。你给我看看。你看啥呀？你又看不懂。不是说你脱离群众吗？我就是群众呀，我初中都没念完呢。要是我能看得懂，肯定大伙儿都能看得懂。你给我。起来。笔。你看这第一句成语，看不懂。这句话太长了，读起来费劲，不要。这个字儿不会念，这个字也不会念，不要。哎，这一段都看不懂。别，这都让你删完了，我就能看得懂这些。那也不能就写这么点吧？这样，我给你编几句。啊？从天亮干到天黑，一颗汗珠衰八瓣，行吧？太行了，接着写。他们的心里只有一个目标，就是超额完成这个月的生产任务。他们让我想到了我在北大荒的日子，
那时候我们也是一样，从天亮干到天黑，流血流汗不流泪，掉皮掉肉不掉队。啊，这是我们北大荒的精神，也是我们江棉衣厂的精神。王科长啊，你们这个宣传课的业务水平有待提高啊。是啊，主任，我也是这么说的。这费婷的稿子已经改过一次了，还是不行。也不知道宣传科招人的标准是什么。新同志嘛，当然需要传帮带，但是也得自己肯学才行。这篇稿子，我个人意见啊，内容没有太空泛，更没有文学性、思想性，更谈不上什么深刻。你们好好想一想，一车间为什么能够超额完成生产任务？那肯定是因为一车间的工人们啊，他们有着强大的集体荣誉感，他们对我们新中国有着深厚的感情，是无数革命先辈流血牺牲换来的。我说到这儿，你们应该想到什么？开国大典。这篇文章完全可以从开国大典的盛况讲起。徐主任，我觉得您说的太好了。其实我们原本也是这么想的，但是吧，我们怕这样写呢，会让人觉得脱离了人民群众，所以改成了现在这稿。费婷，赶紧把你之前那篇稿子给徐主任看看。好，徐主任。不错，这篇稿子就很不错啊，有思想，有内涵，这联想还很丰富，怎么就脱离群众了？我们人民群众也是要提高文化水平的。是我们固步自封了。不过这稿子上呢，还是有一些生僻字，需要回去改一改。改完之后不用再给我看了，直接送到广播站去，午休的时候就播。是。